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郑。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们的收藏夹里面总会有几个健身视频在吃灰吧？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呢？特别是各位女粉们，弹幕里面可以告诉我。我相信你们对于这种健身视频，大多数的情况就是看了等于会了，收藏等于瘦了。所以为了预防各位小伙伴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囤膘，我特地找到了这个 SCP-1894，它并不是什么健身器材，也不是什么吃了就能瞬间瘦的食物。那你们猜猜，在 SCP 的世界里面会用什么方式减肥呢？你们一定想不到，要不然怎么能够被称作为 SCP 基金会，连减肥的点子都这么有创意。不过事先说明一下，这个 SCP 千万不要重度使用，因为你用的多了，可能就会只剩下一副骷髅骨架。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或者想减肥的朋友们，赶紧长按点赞，和我一起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神仙宝藏吧。SCP-1894 是一辆中型货车，带有车牌，上面显示为 CRSH-CRS， 所有可识别的标记，比如品牌名称或者序列号都已经被删除。SCP-1894 能够自我修复所造成的伤害。然而重点是，驾驶汽车所需要的任何液体，诸如冷冻液、汽油之类的，会被脂肪、农液和血液之类的体液所取代。SCP-1894 在活动的时候，会自发的移动到最近的有机食品商店，该商店必须为当地所有，但并不影响属于全国范围内营业的连锁商店。实验表明 ，SCP-1894 为了到达其目的地，可以移动超过45公里。当它到达目的地后 ，SCP-1894 会撞向商店的店面，并整车穿过商店，并且在离开它前会尽可能多的摧毁店内的物品。一般来说 ，SCP-1894 引起的骚动会持续不超过20分钟。如果在事故发生期间有执法人员靠近，那么 SCP-1894 会暂时停止异常特性。之后，它会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之前，在当地的咖啡店前游荡15到20分钟。当一个受试者进入 SCP-1894 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开始受到异常影响。一旦离开 SCP-1894，受试者的身体会变得比进入 SCP-1894 的时候更加健康。经过实验证明 ，SCP-1894 会利用受试者体内的脂肪当做汽车的燃料，这些脂肪被转化为汽油的比例为每2公斤转化为1升。最初，重复使用 SCP-1894 将对受试者的身体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然而，一旦受试者的体重指数达到正常或者体重过轻的水平后 ，SCP-1894 会开始将受试者的内脏转化为燃料。这种转化状态的效率要低得多，在受试者的内脏被用作燃料14分钟之后，就会导致死亡。受试者也会意识到 SCP-1894 的这部分负面影响，并试图将 SCP-1894 引入到有机食品商店之外的地点，比如糖果店。然而，这会导致异常效果的极端逆转，受试者的体重会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除此之外，加上刚才的内脏损伤，这也会导致受试者死亡。如果受试者能够幸存下来，那 SCP-1894 的异常效果将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所以你看我说吧，这个 SCP 看似很能瘦，但是它的风险还挺大的呢，不然这还真的能够成为宝藏。那咱们说回到这个 SCP-1894， 它是于1976年的9月18日，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个农贸市场中回收的。当时 SCP-1894 撞烂了西瓜、橘子树跟其他农副产品，而且还毁了一辆拖车。但是 SCP-1894 里面是中空的，基金会经过测试之后立即将其收容，其他的相关人员被施以 C 级记忆删除，顺便向公众散布了一个关于醉酒而又不满的农民的故事来掩盖这一切。目前 SCP-1894 被保存于 Site-77 的安全车库内，它必须保持在无电池供电的无能源状态下。SCP-1894 的轮胎也被拆下来，并被保存在 Site-77 的无异常物品收容库中，它的油箱应被排空，同时所有异常的重量减少都应报告给拥有3级的人员。工作人员每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SCP-1894 是否再有增长的迹象，如果再有任何组件出现，他们将被强制丢弃。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SCP-1894 的作者是不是对减肥有什么执念呢？不然也不会脑洞大开想出这种异常特性吧，哈哈，开个玩笑。不过这也印证了 SCP 基金会真的是无奇不有。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基金会的相关人员来说，他们面对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副模样，而是一个精彩与危险并存的世界。那么这个 SCP 对你们来说到底是宝贝还是杀人机器呢？评论区可以告诉我。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跟分享。我是郑郑，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